最近全球的股市真的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非常的波动。VIX 的波动指数直接一天之内涨到了65。日本的股市一天之内也是跳水式的下跌，超过12%。台股更加是创下了历史当天下跌最多的点数，真是令人不禁想起黑色星期一，血流成河的股票市场。可是随后股市又突然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一个大力的反弹，到底现在是一个极佳的捞底机会，还是全球的股灾即将到来呢？今天这个影片大家必须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详细的和大家分析3个关键的因素决定股市未来的走势。你们未来的钱包是薄如纸还是肥肥胖胖呢？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央行利率走向。在7月31号，日本央行突然先宣布提前加息15个基点，将政策的利率提高到0.25%。日本央行的行长甚至还表态说到，0.5%的利率不是加息的上限，这直接是打了市场一个大大的巴掌，引发了大规模的日元拆仓潮。那到底什么是日元拆仓潮呢？奇葩派在这个影片里面已经有详细的解释了。那以下呢，我就给大家大致总结一下，就是市场上面一直是流行的这种交易，在低利息的地方借钱，然后把这些钱定投或者是投资到一些高利息的地方去收取利息，赚取利息中的差价，那这就是利差交易 carry trade。 而日本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借钱天堂，利率常年维持在低位，早前甚至是负利率的，而且日元的汇率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甚少上涨，好像跟全世界脱了钩一样。外面的利率再高也好，不关我的事；利率再低也好，也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就是低利率。这样呢，就会造就一些聪明的投资者疯狂的跑到日本去借日元，然后把日元转换成其他货币投资到其他地方。那反正借钱好像不用成本，先借了再说吧。有些投资者拿来购买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国债现在的利息是高达5%以上。那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呢，就会把这些钱投到科技股，或者是一些长期处在大牛市、长期上涨趋势的一些市场里面。甚至呢，有些投资者会用到2倍甚至是3倍的杠杆去借日元到其他地方去投资。那么日元汇率稳定，而且利息又低的时候，做利差的交易当然非常开心啊。而且之前的日元走势一直变弱，美元一直变强，变相是除了能够赚利差之外，甚至还能够赚汇率差。可是当汇率和利息出现改变，就是把这种微妙的平衡打破。如果利率上涨，那就代表着我借日元要还的利息就上涨了，我要还的时候又还更多的钱，当然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借这么多的钱啦。那么我本来借来的日元投资到什么地方，我就要从那些地方把钱抽出来卖掉，换回日元还钱。那这也造就了同一时间有一大批的投资者从世界各地的市场抽钱出来，然后去买回日元去还钱，让全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跌，而且也让日元的汇率上涨，因为大家也在同一时间买入日元来还钱。那当日元的汇率上涨，也同时会导致其他借了日元的投资者需要用到更多的钱才能买回相等价值的日元。那这又会迫使这些投资者希望尽快的归还他之前借出去的日元，这也会形成一个人踩人的局面。借钱不用还钱，很爽啊！怎么还钱突然之间利息变得很贵啊？怎么突然间要还的钱还变多了呢？我还是快一点还钱算了吧。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一种说法，日元一旦拆仓，世界大股灾就会来临。日本的一个举动引发的会是一个多米诺的骨牌效应。虽然随后日本的央行副行长表态，如果金融市场会动荡的话，日本就不会加息。可是日本的息率，这还是一个潜在的大炸弹，我们还是要时刻关注这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来到第2个关键点，就是世界的老大哥美国的经济到底有没有进入衰退。在8月2号，美国公布了非农就业数据和失业率2个数据都是差过了市场的预期，市场就马上担心美国会不会有一个经济的硬着陆，通俗点来说就是经济衰退。那我们看到数据出台之后，市场是预期9月份需要降息的概率是急速上涨了，甚至是预期要降2码息来拯救经济。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如果因为经济衰退而导致需要降息来救活经济的话，股市是100%会出现大跌的。2020年、08年、01年
年历史上所发生的唯一幸免，也必然会有个大跌。再加上最近市场还看到一个衰退的指标 ，Sam Rule 也出现了一个信号，就是当美国3个月的失业率移动平均值减去前一年失业率的低点所得出来的数值超过 0.5% 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经济体正在经历衰退的阶段。当8月2号失业率发布了之后 ，Sam Rule 已经是超过了衰退值，达到了 0.53%， 也就代表着已经是达到了经济衰退的条件。市场马上就有了一个比较剧烈的下跌。如果真的是有经济衰退的话，也必然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盈利。那虽然其后在8月8号的时候，美国公布了另外一个经济的数据，美国初始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出来的结果呢是好过市场的预期，市场也马上有一个反弹，而且市场预期9月份是要降2码息的概率也有一个快速的回落，降1码息和降2码息的概率呢分别是50-50左右。那看起来市场担心经济衰退的危机又暂时解除了。可是无法忽略的是，美国的经济有没有进入衰退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关键之二。如果历史重演，而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像来了个海啸，但是你却只能坐以待毙。所以这就是第2个关键。接着第3个关键呢，就是拥挤交易的动向。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美股、台股、日股等等，这些都是处在一个一直上涨的趋势，所以呢，很多大户和机构投资者也是顺势做多看涨的操作，不断的买入股票，无论是长中短线的仓位，都是看好未来会继续的上涨。然而到了7月份的时候，已经能看到这些顺势交易的大户和机构投资者的看多仓位已经是买满了，买爆了，他们没有更多的钱去继续加新的仓位。所以如果一旦市场预期未来的增长会放缓，甚至是经济衰退，市场呢就会重新开始计算股价，从而有机会开始抛售，出现调整，甚至改变股票市场的趋势。一旦股市跌破了支持位，这些拥挤的顺势交易者就会把手上的仓位套现，所以在8月5号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下跌，机构投资者也是恐慌性的抛售他们手上的股票和仓位，从而导致了人踩人的局面。再加上巴菲特宣布他减持了接近一半的苹果仓位，持有现金的比例又再一次的创新高，这也会引发市场的恐慌情绪，结果呢就出现了黑色星期一。所以第3个关键就是这些拥挤的交易者，他们的动向和仓位也会成为影响未来股市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我们了解了这3个关键因素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大趋势。由这一刻开始到今年年末，全世界最重要的大趋势是什么？没错，就是美国降息。无论是经济衰退，美国强迫降息，又或者是之后如果特朗普上任改变利率的政策，降息也好，无论如何，降息这个举动看上去也是板上钉钉的趋势。那虽然我在早前有提及到经济衰退导致降息发生的话，必然会导致股市大跌，但是我们也是有空间和机会去进行一些提前准备和操作的，也能够做到捕捉一些机会和避开一些主要的下跌板块。当然没有人有水晶球，我们这边也不是给一些投资建议，纯为了帮助大家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和研究。在过往历史解析的数据当中，美国市场板块表现比较好的行业分别是金融、房地产、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通讯服务等等，而这些行业呢都是偏向于比较防守性强的板块。那以下就是他们的数据表现，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简单来说一下这几个板块为什么可能防守性会比较强呢？首先第一点，金融板块就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等，通常在降息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因为降息可以提高贷款的利差收益。那另外房地产的板块，降息也可以降低购买房子的成本和刺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所以房地产的板块包括开发商、投资信托和一些房屋装修相关的股票，往往也能够受益。然后医疗保健在整个减息的周期当中表现是比较优异的，因为医疗保健它的需求呢具有粘性，并且呢它也不太依赖整个经济的周期，这会导致医疗股在经济疲软的时期，它的防守性相对来说会比较强。另外，当利率下降的时候，理论上债券的价格会往上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方面的资产。那么好了，说了这么多，关键的是大家要懂得看大趋势，并且学会分析和看懂资金的流向，
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习怎么样看懂大趋势和资金流向的话，并且学会应用技术分析判断买入和卖出时机的话，可以去了解我最新的 RTA 技术分析课程。我在课程当中有详细的讲解到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价值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